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聪明人，甚至很多比我们更勤奋的人，到了30多岁、40多岁，依然在原地打转？他们每天忙得像陀螺，却总是在处理低水平的重复。这种勤奋的平庸背后，到底缺了什么？后来我想通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想把事儿做成，靠的从来不是顺应天性，而是逆流而上。绝大多数人的失败，其实是败在了基因里。我们的基因告诉我们要规避风险，要听取大众意见，要等万事俱备再出发。这些本能保护了我们的祖先在原始丛林里活下来，但却成了现代社会城市最大的绊脚石。今天，我想跟各位聊透城市的4个步骤。这4步，每一步都在挑战你的舒适区，每一步都在反人性。如果你能听懂并熬过去，你跟同龄人的差距，就是从这一刻拉开的。第1步，建立无因果的底层自信。咱们先说第1步，这步最基础，但也最容易被大家当成废话。那就是你必须无条件地相信自己。我知道，听到这儿你可能想划走。别急，咱们30多岁的人了，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。咱们来讲讲逻辑。普通人的逻辑是什么？是证据驱动。我得先赚到人生的第1桶金，我才敢说我有经商的天赋。我得先在公司连升3级，我才相信自己有领导力。我得先听到别人的赞美，我才觉得自己这身衣服穿得不错。这种逻辑叫先看后信，听起来很理性，对吧？但实际上，这在城市的字典里是一个致命的死循环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还没拿到结果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是虚弱的，你的能量是涣散的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自证预言 （self-fulfilling prophecy）。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、高灵敏度的能量反馈场。你向外界投射出什么样的信号，现实就会坍缩成什么样的结果。如果你内心深处觉得我不行，这事儿悬，我没那个背景，那么你在处理危机时，潜意识就会选择退缩；你在沟通合作时，眼神就是躲闪的。对方接收到这种败军之将的气息，自然不会把资源交给你。最后事情真的搞砸了，你双手一摊说：“你看，我早就说我不行吧？你看，你用你的失败精准地证明了你的预判。”而成事者的逻辑是先信后看，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，先在内心的深处种下一颗我必成的种子。这不叫盲目自大，这叫心理预言。当你打心底里确信自己能成的时候，你发出的信号是坚定的，是有穿透力的。哪怕遇到南墙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撤退，而是找梯子或者是钻地洞。这种韧性会引导着现实向你预设的方向靠拢。对于咱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，生活的压力已经够大了。如果连你都不相信自己，你指望老婆孩子相信你，还是指望你的老板相信你？记住，第1块基石就是这种老子一定行的迷之自信。第2步，磨砺一种近乎狂妄的现实扭曲力。如果说第1步是相信，那第2步就是极度的相信。这一步需要一点什么？需要一点妄想症的特质。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听过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。所谓现实扭曲，本质上就是用你个人强大的意志，去强行改写周围人的认知边界。很多朋友步入中年后，变得特别听劝，变得特别稳重。这本是好事，但过度的稳重往往变成了畏首畏尾。当你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时，周围一定会有各种声音。有人说大环境不好，有人说你岁数大了别折腾，有人说这事儿以前有人做过没成。这时候普通人就开始动摇了，是不是我真的想多了？但我要告诉你，所有的伟大成就在成事之前，看起来都像是一场疯子的幻觉。你要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，要相信有些事儿这辈子除了你，没人能办得成。这种近乎狂妄的自信，
是你对抗世界不确定性的唯一盔甲。在创业圈有一句话，在你成功之前，你的自信在别人眼里是狂妄，但在你成功之后，那就是远见。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种极度的自信？因为成事的路上，孤独是常态。你会遇到资金断裂，会遇到合伙人背叛，会遇到市场瞬息万变。在这些至暗时刻，逻辑救不了你，分析救不了你，只有那种骨子里的狂妄能支撑你走下去。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在风暴中航行的船长，全船的人都可以慌，唯独你必须站在甲板上，用一种哪怕是装出来的笃定，告诉所有人，前方就是彼岸。这不是欺骗，这是一种生存的战术。第3步，彻底抛弃准备好了再干的懦夫思维。好了，心态建设完了，接下来是执行。这一步是绝大多数精英人士的重灾区。我发现很多高学历、高认知的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，完美主义焦虑。他们想做一个项目，先要买10本书来看，再报3个培训班，然后写一份长达50页的 PPT， 最后还要等一个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。结果呢？等他准备好了，风口早吹过去了，或者更惨的是，他一直在准备，直到这个想法烂在肚子里。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相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万事俱备这回事。人性天生追求确定性，我们害怕出错，害怕丢脸，所以我们用准备来对冲恐惧。但这种准备本质上是一种逃避，是一种高级的拖延。你在大脑里演练了1万遍，多巴胺让你产生了一种我已经努力了的错觉，但实际上你连战壕都没跳进去。Facebook 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句话，我非常喜欢，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， 完成优于完美。对于咱们30多岁的男人来说，时间是我们最昂贵的成本。我们没有时间去打磨一个100分的作品再出手。成事的正确路径是什么？是小步快跑，快速迭代。先搞出一个60分，甚至只有40分的原始产品，直接把它扔进市场里，让现实的毒打告诉你哪里错了。你觉得丢人吗？不，在行动中修正，比在脑海里打磨要快100倍。执行的本质是跟你的熵增对抗，跟你的惰性对抗。很多人问我，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在进步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看你现在的状态。如果你觉得很舒服，很安稳，那大概率你是在原地踏步，甚至是在走下坡路。如果你觉得焦虑，觉得有些吃力，觉得每天都在面对新问题，恭喜你，你正在向上爬。那种没准备好的紧迫感，才是成事者最健康的常态。第4步，最冷酷的生存法则，能量场的战略性屏蔽。最后一步，也是最狠、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步，排除异己。听到这个词，你可能觉得这博主是不是太偏激了？我们要听取多方意见，要广结善缘啊！朋友们，那是社交礼仪，不是城市逻辑。如果你真的想做成一件大事，你必须学会残忍地清理你的社交圈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，这一点我们谁都逃不掉。大脑里有一种细胞叫镜像神经元，它会自动模拟、吸收你周围人的情绪和认知。这就像你把一张白纸放在染缸里，它不可能不着色。想象一下，你正打算戒掉安稳的工作去拼一把，或者你正想投入全部精力做一个副业。这时候，你身边的人会说什么？父母可能说，稳当点不好吗？别瞎折腾了。老同学可能说，现在大环境这么差，谁干谁死。朋友可能说，差不多得了，咱们这个年纪，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真。他们是坏人吗？不是，他们甚至可能是出于对你的关心，但问题在于，他们的认知边界成了你成功的牢笼。他们的恐惧会通过镜像神经元传染给你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和他们一样平庸，一样焦虑。
这在心理学上就叫社会传染。一颗刚发芽的种子，最怕的不是狂风暴雨，而是周围那些杂草在抢夺它的养分，在遮挡它的阳光。所以，成事者必须是一个能量主义者。你要把身边那些消极的、质疑的、消耗你的人，做一次战略性的隔离。谁否定你的梦想，你就离谁远点；谁整天抱怨社会，你就把他从你的核心朋友圈里剔除。这不是让你变得孤傲不群，而是为了保护你那点刚萌发的脆弱的信念。你要去寻找那些同类，那些已经拿到结果的人，那些眼里有火，对未来充满敬畏也充满野心的人。记住，环境隔离是你给成功买的一份最重要的保险。聊到这儿，大家发现了吗？这4步：无条件相信、极度狂妄的自信、不等完美的执行、冷酷的环境隔离。哪一步不是在跟我们的本能作对？哪一步不是在撕裂我们过去的舒适圈？说实话，能做到这4点的人注定是极少数，因为对抗基因是痛苦的，逆流上是孤独的。但这就是世界的真相。在这个平庸者占多数的世界里，如果你想获得那少数人才拥有的成功，你就必须经历那少数人才愿意承受的苦修。35岁左右是男人人生的一个分水岭。上半场我们顺着惯性走，靠的是体力，是运气，是社会的红利。下半场拼的就是这一套反人性的底层思维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哪怕一点点启发，记得点个赞，关注我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一个陪你深度思考的读书人。咱们下期见。